莫迪为何要死保流亡的孟加拉国前总理哈希纳？印度这个国家身上其实还藏着一个更要命却被忽视多年的地缘软肋——西里古里走廊，也叫印度的鸡脖子。这鸡脖子有多重要呢？别看这地在地图上只有芝麻大，最窄处只有20公里，但它却硬是把印度本土和东北部那6个邦给连起来了。而一旦被切断，印度领土就会瞬间一分为二，东北6个邦也将沦为孤岛。所以在印度眼里，这根鸡脖子绝对不能被别人给捏住。看到这，你可能想问，这关哈希纳什么事儿？还真关他事儿，因为孟加拉国就在这个鸡脖子下面死死抵着他的咽喉。而过去这15年，印度之所以敢在边境上这么跳，这么有恃无恐，正是因为哈希纳替他们在南面守住了这个后门。要看懂印度为什么死保哈希纳，我们必须得把时间轴拉回到50年前，去看看哈希纳家族和印度之间那场跨越半个世纪的血债和政治绑定。很多人可能觉得哈希纳只是个普通的落魄政客，但其实他的身世极其惨烈。先将时间拉回到1971年，那是孟加拉国最动荡最惨烈的一年，也是印度地缘战略最辉煌的一年。当时巴基斯坦军队在东巴展开了大规模清剿行动，上千万的难民被迫涌入印度。对此，时任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做了一个改变南亚版图的决定，出兵。紧接着，印度军队直接开进东巴，把巴基斯坦军队给打投降了，这才有了孟加拉国的诞生。而领导孟加拉国独立的国父正是哈希纳的亲生父亲谢赫穆吉布拉赫曼。可以说，没有印度就没有孟加拉国，也就没有哈希纳家族。而哈希纳家族也正是印度在孟加拉国最原始最核心的政治资产。但是这种亲印的立场很快就遭遇了反噬。1975年，穆吉布拉赫曼为了巩固权力，取缔了所有反对党，还绕过正规军，组建了一支只听命于他个人的私人卫队。这让正规军觉得自己随时会被清洗，一时间人人自危。再加上那2年孟加拉国爆发大饥荒，民怨沸腾，于是在恐惧与愤怒的驱使下，军队里的少壮派军官们达成了一个冷血的共识：必须要发动政变才行，而且不能只是简单的夺权，必须要斩草除根。因为只要国父的血脉还留在这个世上，旧势力随时都可能卷土重来。一夜之间，国破家亡，举目无亲的哈希纳又该何去何从？在这个敏感的特殊时期，时任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朝着绝望的哈希纳伸出了援手，不仅把他接到了新德里，给了他政治避难，还给他安排了住所，甚至给他发放生活费。就这样，哈希纳在印度整整流亡了6年。这6年里，他在印度的庇护下，一边舔舐伤口，一边积蓄力量。直到1981年，他才重返孟加拉国，并接手了父亲留下的烂摊子人民联盟。此后几十年里，他在政坛几经沉浮，先是短暂当了5年总理，然后在2009年通过选举再次上台。而这一次，他吸取了教训，展现出了惊人的铁腕手段，一干就是15年。但是，权力的游戏从来就没有终身制。2024年7月初，因为恢复公务员配额制度，孟加拉国知名学府达卡大学爆发了示威游行，抗议浪潮很快蔓延至其他校园。为了平息暴乱，孟加拉国最高法院驳回了此前恢复配额制的裁决。而哈希纳这位昔日权势滔天的领导人，其政治权威在愤怒的民意面前也轰然倒塌。紧接着8月5号，哈希纳被迫辞职，并仓皇乘坐直升机赴印避难。至此，长达15年的哈希纳时代戛然而止。而在任期间，他几乎是把孟加拉国完全的绑在了印度的战车上，比如打击反印武装，允许印度过境运输，甚至在对华关系上也是看印度的脸色行事。对于印度来说，哈希纳不是一个普通的外国领导人，他更像是由印度一手养大、一手扶持起来的自家人。所以你现在明白了吗？如果莫迪这时候把他交出去，那就相当于在全世界上演了一出始乱终弃的政治戏码。以后在南亚，哪个小弟还敢给印度卖命？当然了，莫迪毕竟是老江湖，他不可能直接对着孟加拉喊我就是不交人，你能怎么着？他也得找个台阶下，找一块遮羞布，而这块遮羞布就是法律。现在孟加拉国临时政府手里挥舞着一份印度孟加拉国引渡条约，那是2013年哈希纳自己签的，原本是为了抓他的政敌，哪知现在却成了套在他自己脖子上的绞索。虽然条约上写着要引渡罪犯，但大家注意，这里面有2个致命的 bug， 或者说是印度早就预留好的后门。第一个后门叫政治犯罪例外条款。条约第6条明确规定，如果罪行具有政治性质，那么被请求国可以拒绝引渡。这就有意思了，什么是政治性质？这不好说，因为这个词的解释权在印度手里。哈希纳是怎么下台的？是被一场政治暴动推翻的。现在的审判是谁主导的？是他的政治死敌尤努斯和反对党 BNP。在印度看来，这一连串的操作分明就是赤裸裸的政治清算，是成王败寇的政治报复。只要自己咬定这属于政治迫害，那么根据条约，自己就有权不交人。第2个后门叫正义与善意条款。条约第8条说，如果引渡请求不是出于善意，或者不符合正义利益，或者会让当事人受到不公正、压迫性的待遇，印度也可以拒绝。
现在的孟加拉国法庭是在缺席的情况下，短短几个月就判了哈希纳死刑。哈希纳甚至连个辩护律师都很难请到，这种审判流程在印度眼里那是满满的 bug。所以，虽然孟加拉那边喊得震天响，但在法律技术层面上，印度有的是理由把引渡请求挡回去。这就像你去找保险公司理赔，人家总能从合同里找出那么一行小字告诉你这个情况不赔。所以接下来的剧本就是明摆着的。达卡那边会不断发函要人，新德里这边则会不断的要求补充证据，走司法程序，甚至让哈希纳在印度的法院打官司。这一拖可能就是3年5年，甚至拖到哈希纳老死。所谓的引渡条约在核心国家利益面前不过就是一张废纸。那么印度是不是真的只是为了报恩和面子才保他呢？当然不是，政治家没有那么多的温情。莫迪留下哈希纳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它是一张还有利用价值的关键牌。大家看看现在的孟加拉国局势，哈希纳垮台后，现在上台的这波人成分非常复杂，比如用经济学法拿下诺贝尔和平奖的尤努斯，他背后站着的是庞大的反对派 BNP 和伊斯兰大会党，这帮人历史上就是出了名的亲巴基斯坦反印度的。另外，自从哈希纳跑路之后，孟加拉国内的反印情绪就持续高涨，印度的项目被停，甚至有人喊出了印度滚出去的口号。这时候哈希纳就成了印度手里极具威慑力的筹码。第一，他是悬在孟加拉新政府头上的一把剑，只要哈希纳还活着，还在印度手里，他在孟加拉国内的几千万支持者就有盼头，就不会散。孟加拉的临时政府如果敢对印度太过分，或者彻底倒向其他大国，印度随时可以放风说支持哈希纳复辟，或者利用他在边境搞事情，让达卡睡不好觉。第二，哈希纳是保卫鸡婆子的最后一道防线。还是回到开头那个地图，哈希纳在位时把孟加拉国境内的所有反印分裂武装都给剿灭了，而现在他下台了。如果孟加拉临时政府重新给这些武装组织提供庇护所，那印度的东北部将永无宁日。所以莫迪必须把哈希纳扣在手里，这是一种无声的威胁。我可以不让他说话，我可以不让他回国搞破坏，但前提是你们新政府必须保证我在东北部的安全利益。这更像是一场赤裸裸的交易，而哈希纳就是那个最重要的质押品。今年的冬天对于78岁的哈希纳来说注定是寒冷的，他或许正坐在德里某个戒备森严的安全屋里望着窗外，而50年后他再次流亡至此，身上背着的却是一纸死刑判决。对于印度来说，保住哈希纳既是为了作为大哥的面子，更是为了地缘的里子。莫迪很清楚，牺牲一个过气的盟友去讨好一个注定反印的新政权是最蠢的买卖，所以那个来自达卡的死刑判决注定只能停留在纸面上，只要印度不松口，哈希纳就死不了。这就叫大国博弈，这就叫地缘政治。在国家利益的算计面前，法律、正义甚至个人的生死都不过是棋盘上的一粒尘埃罢了。身为世界最穷国之一，为什么说中国与孟加拉的合作是最顶级的地缘战略之一呢？作为得到联合国认证的穷国，被基辛格毫不留情地称为废物的孟加拉，相信有不少朋友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其与印度极其相似的社会环境之上。而鲜有人知道的是，今天的孟加拉早就悄悄地走向中国化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孟加拉会选择中国呢？双方的关系又到了什么地步呢？想要弄清楚这些，我们还要从孟加拉的国运开始讲起。前段时间，在一位中国博主的视频当中，孟加拉一哥意外走红，这也使得不少人借此首次了解到了孟加拉这个国家。在镜头之下，孟加拉可以说和印度相差无几。苛刻的种姓制度，悬殊的贫富差距，这些种种都在诉说着孟加拉的落后。不过有一点，孟加拉确实和印度并不一样，那就是绝大多数的孟加拉人都对未来怀揣着希望，对于富强自己的国家抱有强烈的愿望。而一个国家的人民往往是一个国家性格最真实的写照，这也是为什么孟加拉会选择向中国靠拢最重要的原因所在。孟加拉国，一个位于南亚次大陆东北部，由恒河和布拉马普特拉河冲击而成的三角洲上的国家，总面积约148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1.72 亿。孟加拉国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其国家分为8大区、3大干流，自然资源丰富，但却是被联合国认证的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显然，对孟加拉国来说，原有的社会模式是很难让其翻身的，因此很多人会觉得孟加拉的未来在于中国。为什么会是中国呢？这主要有2方面原因。一方面，中国和孟加拉一样，曾经也是从穷国演变过来的。在过去的40多年当中，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而积累的丰富发展经验，正是今天渴望摆脱贫困的孟加拉最迫切需求的东西。而另一方面，中国和孟加拉之间的合作还存在着很多隐性的互补点，例如孟加拉的矿业、农业就能够为中国提供原料，
而中国先进的科技又可以反过来帮助孟加拉快速地完成现代化。因此，基于以上这2点因素，中国这位老师便成为了孟加拉脱贫致富的不二之选。事实证明，孟加拉国的选择是正确的。在过去的几年之中，孟加拉拥抱中国已显成效，中国已经成为了孟加拉的最大海外投资国，有超过670家中国企业在孟加拉承建了大量的基础设施。这不仅为孟加拉创造了许多发展机会和就业岗位，而且还深深地改变了当地人的生活。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由中国在2022年修建完成的帕德玛大桥。在这座大桥落成之前，每年都有数以百万的孟加拉人需要通过摆渡的方式来渡河，期间行程最短需要2小时，遇到汛期8小时的长途都是常态。而在大桥落成之后，这个时间已经被压缩到了几分钟，并且还不受自然约束。除此之外，像2016年中孟两国达成建设的铁路，后来更是被孟加拉国人民亲切地称为梦想之路。同年建设的帕亚拉发电站被称为孟加拉国家电力供应的压舱石，现如今每年能够稳定满足孟加拉全国用电的 10% 的需求。如此种种案例都在证明着孟加拉与中国合作的成功，正在让孟加拉走向一个充满光明的未来。2023年3月20号，与孟加拉国前总理同名的谢赫哈希纳潜艇基地正式建成。在当天的入列仪式上，除了兴高采烈的孟加拉官员以外，许多一闪而过的中国身影格外引人注意。而之所以会出现这一幕，还要从头说起。1971年，在印度政府的支持之下，孟加拉成功打赢了独立战争，这使得两国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不过，这种关系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亲密。由于在地理位置上，印度对孟加拉国实现了3面包围，这使得后者在贸易、水资源分配等领域一直高度依赖于前者。而问题的关键就出在这里。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印度实际上并没有平等地看待自己与孟加拉国之间的关系。例如，曾经就有孟加拉国外交官在谈论孟印关系时十分不满地指出，自己在与印度政府高官打交道时，经常会因维护本国利益而被对方指责为反印。除此之外，作为一个怀揣着大国梦的国家，印度还十分爱参与他国政治，其长期对孟加拉国内的亲印派势力进行扶持，对孟加拉国内政治进行隐性干预。这使得孟加拉国政坛一直流传着一句话：印度就像是一个孟加拉政党，一举一动都会招致政坛巨动。俗话说得好，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孟加拉在印度手上长期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最终便使得孟加拉国内的反印情绪不断高涨，其最终便使得孟加拉国出现了摆脱印度控制的需求。不过，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孟加拉国想要凭借自身的力量实现这一切并不现实，因此孟加拉想要以小博大，势必需要别人的支持。那么，谁能成为孟加拉的助力呢？放眼全世界，孟加拉关注到了中美俄3个国家。俄罗斯这边受限于俄乌冲突，自顾不暇，暂且不谈。美国的支持可不是那么好获得的。在过去的这些年里，虽然美国对孟加拉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但是其同时也在人权、宗教等问题上屡屡对孟加拉国进行施压。显然，如果孟加拉国做出了这一选择，那么就算摆脱了印度，最终的结果也还是会受限于美国，无非是从一个坑跳到了另一个更大的坑中，依然无法实现独立外交的目标。那么，既然美俄都因各种原因无法选择，留给孟加拉的答案便只剩最后一个，即中国。对于孟加拉国来说，谢赫哈希纳潜艇基地的建成意义十分非凡，因为这不仅是其境内的第一个潜艇基地，同时也是其拥有的首个现代化海军基地。更重要的是，这个基地是由中国独资建造的。事情讲到这里，孟加拉国想要干什么已经是不言而喻了。而除了潜艇基地之外，在其他项目上，孟加拉与我国的合作也在不断加深。根据孟加拉国在今年3月11号发布的中国在孟加拉国的国家形象研究报告显示，如今的孟加拉已经成为了中国武器在全球市场上的第2大买家。光是在2019到2023这4年的时间里，孟加拉国有约 72% 的武器都来自于中国。而更为重要的是，这则报告还特别强调，中国在以较低价格向孟提供重要军事装备的同时，并没有对孟内政提出任何附加条件，这是孟从其他国家得不到的待遇。这里其他国家点的是谁，显然也不用多说。当然，话又说回来了，正如我们一直强调的那样，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从来不特意的针对第三方。中国与孟加拉的一系列联系只不过是恰到好处，孟加拉国需要，而我们刚好有罢了。如果非要有人误解，那只能说这个人心里有鬼，不然怕什么呢？
实际上，从地理位置上就不难看出，中国和孟加拉的合作还有很多值得期待的地方。例如，在海洋方面，中国和孟加拉一道能够共同开发港口和印度洋资源。与此同时，中国也能借由孟加拉国境内的河流，让西藏资源顺流而下，为西藏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可能。在陆地方面，中国和孟加拉国相隔也并不远，双方完全可以搭建起有益的桥梁，使得两国之间更加亲密。而一旦中国能够和孟加拉国达成连接，那么藏南地区难以开发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总而言之，孟加拉之所以选择中国化，是因为其对发展的渴望，对外交独立的诉求，而在尝试了各种方法之后，最终发现只有中国方案走得通。如今，孟加拉国的 GDP 总量已经突破了4000亿美元的大关，相较于2010年的自己增长了近4倍，这也使得其成为了南亚地区仅次于印度的第2大国。对此，我们不讲孟加拉国选择中国方案对错与否，因为事实早已胜于雄辩。